Call of Duty 這一次在 Fanatics Fest 上舉辦的 MW4 試玩活動正式結束了，他們邀請了許多國內外的 COD 大咖實況主，還有 NBA 球星或者是饒舌歌手來參加試玩。那玩家們給出的評價大致上來說還算不錯，不過呢，當然遊戲裡面還是有一些問題，不可能 Alpha 試玩的時候就做出一個100%都是好評的遊戲，對不對？裡面有些問題呢是我們沒有辦法忽略掉的，那這些問題也是玩家看到應該點出來，以防官方他們又走回頭路，做出一個眾人罵的遊戲，對不對？那這幾天呢，我也收集了各家直播主放出來的一些 gameplay 畫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這個 MW4 跟以往的遊戲有什麼不同，或者是有哪一些你覺得不太對的地方，都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呢，我們就來看看通過這一次的試玩活動有哪些遊戲內的問題是被玩家們特別點出來的，我們一個一個來盤點，另外也會附上一些 gameplay 讓大家看一下這一次 MW4 玩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然後我們再討論一下那些被特別點出來的問題，官方應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好嘞，那我們來看一下哈，這個是第一個問題，也是這一次被點名最兇的，就是能見度的問題。這位是法國實況主 Sky Ross， 他在直播的時候呢，這個畫面被 Charlie Intel 轉發之後，直接在網絡上面爆掉。他手上拿的那一把 DMR， 每開一槍，火光跟煙霧就把準星整個蓋住。玩家的形容是，這根本是每開一槍就吃一顆閃光彈。其他的創作者呢，也針對這件事情做了一些評論，比如說 Marksman 他就說，我開槍的時候到底應不應該看得到人？ Iceman Isaac 也說，這簡直就是每開一槍就對自己發一顆閃光彈，到底他媽是誰准許這個東西出現的？然後 J Guy 也發了一篇推文說，我之前試玩的版本去哪了？而且這個已經不是新的問題哈，這個能見度的老問題從2019的現代戰爭就有了。IW 的玩家已經被同一件事情煩了7年，你覺得玩家不會不爆炸嗎？所以 IW 也因為這件事情在網絡上已經先被玩家罵了一波了。不過也是正是因為這個問題出現呢， IW 這一次做了一個效果還不錯的公關行銷，因為他們在當天的晚上就直接發聲明說，這是一個 Alpha 試玩版本的 bug， 某個消音器配件用錯了就會出現這個特效。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J-God 說他之前閉門試玩的時候根本沒有遇到這個問題，然後隔天官方直接放出修好的對比影片，順手把所有武器的煙霧不透明度都降低了，還補了一句清新的瞄準畫面對遊戲體驗至關重要。那因為 IW 的這個動作呢，網絡上原本從罵聲都轉為比較正面的一些評論，這也是我們之前從來沒有看過決勝時刻官方有看起來好像是有在跟玩家社群做正面的溝通，也將玩家提出的問題在用最短的時間直接把它修正過來。再來第二個問題呢，是關於遊戲的視覺後坐力。這個問題其實在試玩的前一天7月15號官方發出的 From the War 武器特輯就燒起來了。IW 展示他們去靶場打實彈，把真實用槍手感做進遊戲裡面，聽起來蠻帥的，對不對？但實際畫面一出來呢，玩家的反應是全自動開下去，整把槍在螢幕上面亂跳，有人直接喊話，把這個 Gun Shake 大砍一波。這也是現代戰爭2就被罵過的老毛病，這次一樣在現代戰爭4出現。然後這裡有一個對鍵鼠玩家特別重要的角度哦，就是 Warzone 的高端玩家Metaphor 點出視覺後坐力加上槍煙這個組合呢，對鍵鼠的玩家傷害來說是不成比例的。手把玩家有瞄準輔助，畫面再亂，瞄準輔助還是會幫你黏住目標，但是鍵鼠玩家完全是靠眼睛追蹤，畫面一糊就等於瞎了，所以他直接宣判說鍵鼠已死。那官方應該怎麼做呢？我認為這個方向很明確哦，把動畫的質感跟畫面干擾拆開處理。槍模動畫可以做得華麗沒錯，但準星附近的視覺干擾必須要壓到最低。官方目前的說法是 Beta 會密切監控回饋，注意哦，是監控，他們還沒有承諾要改善這個問題，所以這個問題我們還要等Beta上線之後好好的觀察一下。接下來第三個問題比較深層一點哦，它算是剛剛那個第二題的根源。IW 的武器設計師 Cody Pearson 有講過 MW4 的目標就是讓你完全帶入你的特戰兵，不是你在看他打，而是你就是他。槍就握在你的手上，所以玩家會看到一堆沉浸像的功能，比如說更寫實的景深，靠牆時武器會自動放低，切牆角時槍會貼着牆角擺動。單看起來這些功能真的蠻酷的，但社群吵的點是這些東西是用競技性換來的，像是景深這種東西，如果你打排位或者是你是偏競技向的玩家的話，這些東西你進遊戲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關掉。而且還有另一派聲音更直接，網絡上有人說，這一次的畫面呢，跟2019的現代戰爭根本沒有兩樣。連續3年長一個樣子的遊戲，你還會花70美金買單嗎？不會嘛，對不對？所以想想哈，這個蠻諷刺的。IW 拼命做寫實的細節，但是玩家的觀感卻是，幹又是這一套。那官方應該怎麼做呢？其實答案 IW 自己已經
很清楚了，我覺得他們很清楚，只是願不願意做而已。所有提升你沉浸感的功能呢，全部都做成可以關的選項。你想要爽的人，想要視覺享受最頂最高，你就可以開全套。但是如果你是競技項的玩家，打排位的玩家，你就可以把它全部關掉，兩邊都有照顧到，這樣才是對的。真正的風險是，如果你把沉浸感的東西做成強制的話，那就是重蹈 MW2 的覆轍，對不对？好的，那接下來呢是第4個問題，也是最後一個。最後這個問題跟操作手感無關哦，但同一時間也是有在社群裡面發酵，就是 AI 制作內容的問題。事情是這樣的，有玩家抓包遊戲裡的 calling cards 看起來就是 AI 生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張哦。應該有玩過 AI 的話，就很明顯看得出來這種風格，對不對？那這一次呢 ，MW4 他們的 Steam 頁面也有掛着生成式 AI 的使用聲明，寫明团隊有用 AI 工具協助制作部分遊戲內的素材。IW 的共同負責人 Mark Grigsby 他也有親口承認說，在開發過程當中，他們有什麼工具能用就用，所以這個問題我是覺得還好啦。我自己個人是保持一個中立的狀態，因為在這個時代，真的有很多東西都是靠 AI 生成的，這也是免不了的。但是不要用隱瞞的方式，比如說像2023年的《現代戰爭3》，然後《黑色行動7》，然後都有被抓到用 AI 生成 calling cards 文章，或者是一些獎勵。對不對？另外 COD 的老對手戰地，他們才剛說完堅決不會使用 AI 制作內容，結果就被抓包了。這件事情也是鬧得蠻大的哦。那我個人的想法是哦，遊戲制作方要使用 AI 制作一些內容的話，絕對不是不可以，因為在這個時代 AI 已經無所不在了，有很多東西透過 AI 可以達到更好的效率，對不對？但重點是你要適量的使用，你不可能整個遊戲都用 AI 制作吧？如果你能做到讓玩家看不出來的話，那我也是佩服。不要跟玩家說我絕對堅持不用 AI， 但是後面又被玩家抓包。那你要用 AI 制作東西，你必須保持一個坦誠，不要用隱瞞的方式。畢竟我們玩的遊戲也不是多便宜，一個3A 大作要$70，玩家有權知道自己買到的東西是怎麼樣制作出來的，對不對？這樣才比較合理一點。OK，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經過 Fanatics Fest 玩家點出的一些問題。大家可以想一下齁，覺得這些問題應該怎麼解決會比較好，或者是你有發現什麼其他你覺得比較不適合出現在遊戲裡面的東西，都可以下方留言跟我分享。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 Fanatics Fest 上面很多 streamer 遊玩的一些畫面。首先是英國的 streamer Sophie Snaps， 他向玩家展示了当你攀爬在掩体上面的時候，你可以一邊攀爬一邊移動，甚至呢用单手攀在墙上，另外一只手可以对敌人開槍。另外，他也有展示說，當你丟出了煙霧彈之後，你的槍子彈打出去，可以將煙霧打出一個洞，為你自己提供更高的能見度。下一個是 Team the Tatman，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了。他向玩家展示了戰術道具，可以進行近距離的拋投。Toggle underhand. You can underhand throw things? What the fuck? Just testing her out. Just test. Okay. 然後接下來這一段呢，完美展示了你在決勝時刻裡面應該如何講垃圾話。如果你有看 NBA 的話，應該就知道現在畫面上這一位呢，就是今年被交易到巫師的 AD Anthony Davis。然後他的隊友對他講了說 "I know you made of tissue, bro"， 意思就是說我知道你是紙糊的。那如果你有看 NBA 的話，你就知道 AD 的體質是一個怎麼樣的球員，對，玻璃抓狗這句話非常貼切哦。再來也是知名的實況主 Joe Wall， 他展示了如何在遊戲裡面1幹8，我的意思是幾乎1幹8。Let's go. Come on. Go. Oh, nice. Oh my god! Almost 1v8, bro. 接下來這段沒有展示什麼，純粹是一個饒舌歌手 Meek Mill， 他一邊 freestyling， 然後一邊打 MW4，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覺得蠻屌的。I've been busting down AP back when these niggas was rockin' rollers. Johnny knew about Jay-Z. Till y'all see me and my homies. I was trying to chase my dream. I had like 20 bands with a 40. I had a new Glock with a Chevy. Got my weed off, I'm ready.
It was a seesaw with that rap shit, but I bounced back. I'm ready. It was a seesaw with that trap shit. Me and Reed going back at it. I spun nights up in this shit. All my blood tears got tatted. I cut Cuzzo off. You got another one. You traded when you killed it. Oh, all right, yeah, let's go.接下來是 Sky Ross， 就是我們開頭提到的那位法國的 streamer， 他展示了狙擊槍的 gameplay。Oh là là! Oh là là! Changing mags. Wouhou, baby! Je suis là cette année, hein? 然後這一位呢是德國的 streamer Stylers， 他展示了霰彈槍在 MW4 裡面的 gameplay。然後這邊呢是一段 Call of Duty 的訪問，主持人問到 Mark Grigsby 說，如果你能許一個願望，你希望把 Call of Duty 的什麼東西帶回來？然後台下就有一個觀眾大喊說 No skill-based matchmaking。接着 Mark Grigsby 就叫保全把他趕出去了。沒有啦，我開玩笑的。No skill-based matchmaking! How does it play? We own the song. I mean, not just only a broken record. 然後最後我們來看一下NFL 的 GOAT Tom Brady 跟 Logan Paul 為了一張寶可夢卡大打出手嘛，我不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啊，我只是覺得很好笑。這個算是蠻突破次元的哦。Tom Brady 跟 Logan Paul 在吵架，然後結果 Tom Brady 打了 Logan Paul 一巴掌，結果中間竟然是 Karl Anthony Towns 在把他們兩個隔開，蠻有趣的一個畫面。然後今天早上的世足冠軍賽，阿根廷對西班牙，他們兩個又見面了。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大家覺得如何呢？對於今天提出的幾個問題，還有後面展示的這些 gameplay 畫面，你們有什麼想法呢？歡迎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到10月23號遊戲正式上線之前，都還會有很多的消息慢慢的放出來，我會再持續追，然後分享。那你如果覺得今天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呢，記得幫我按個讚，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幫我訂閱一下，記得打開小鈴鐺。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I'll see you guys later。